根据今年4月26日，中国国家安全部公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其中提到，当地执法人员将被赋予检查电子装置的权利，届时到访中国的游客或会被当地执法人员检查智能电话或电脑。具体实施日期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第4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有关个人及组织的电子设备、设施及有关程序、工具进行查验，应当经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查验通知书。紧急情况下，确有必要立即查验的，经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执法人员经出示人民警察证或者侦查证，可以当场实施查验。社交网络上还有网友表示自己已经被抽查过了。需要说明的是，该项检查是赋予海关工作人员执法权利，对于普通的入境者来说，现阶段不是每个人一定会被检查，只是抽查。据各种留学移民机构分析，这意味着不仅外国人会被检查手机、电脑，从国外回国的中国人也随时会成为盘查对象。并且在5月7日，外交部宣布延长包括法国在内的12个国家的免签政策，未来入境中国的外国人将会越来越多。据悉，2023年免签入境国内的外国人达198.8万人次，签发外国人来华签证达46.6万人次，相较于同期增长3倍多。不过，刚从深圳回到香港的蒋女士，上周末在福田口岸见到身后一名女子被海关人员截查手机。蒋女士说，上述情况最近在南京和杭州机场遇到2次。另有上海居民邵先生，最近从日本回上海时，也在机场看到海关人员翻查一男子的手机。我看到一个中国男子被海关截停，翻看手机，然后就让他走了，看来没查出手机内有问题。在泛国家安全化的措施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下，西方社会纷纷对前往中国采取亮红灯的警示。根据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4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收到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及检查通知书后，即可依法检查有关个人及组织的电子设备及相关应用程序、工具、内容等。在紧急情况下，执法人员只需在市级以上国家安全负责人批准后，出示警察证或者侦查证，则可直接当场检查。规定中没有说明何为紧急情况，这意味着中国地方国安警察可能随时以紧急情况为理由，来检查个人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而无需任何法律手续。这样的情况在北京市一些主要地铁站内曾一度出现，频繁性的由公安检查路人手机的情况。高度国安化的情形在中国社会逐渐蔓延开，不少地方对于外国人的出现显得十分警惕。但是，中国一边大喊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一边又开始出台各种所谓开放政策，这让许多西方游客匪夷所思。执法随意性的存在，使得很多西方游客宁愿前往日本旅行，也不愿意来到中国旅行。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出现大幅疲软的态势，当局希望借旅游收入来弥补日渐下降的土地财政收入和其他可支配性收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5一假期，中国各地文旅部门都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打出真有1亿人到某某某的标题，更有陕西省官媒打出西安被6国游客所攻陷的标题。各地文旅部门一直在十分卖力地宣传自家旅游资源。究其原因，一方面内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让政府感到发展到临界点了，而外循环经济被不断强化的泛国家安全化策略使得西方游客望而却步。此前中国官媒则报道称，有多名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在入境美国的时候遭受了无端盘查，有的被要求交出手机电脑的密码，对其电子设备进行搜查，并多次列举一些被美国海关检查和遣返的中国留学生案例。2021年8月，3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休斯顿机场入境时被美国海关遣返，原因是他们手机内有军训照片。2023年5月8日，中国籍公民孙彤试图在德州罗马市附近地区非法入境，执法部门将其带到移民办公室进行盘问并检查了他的手机。
随后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数个儿童色情内容。随后孙彤被提起公诉，已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144个月，刑满后将被驱逐出境。2016年，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在微信发表了一句“我不喜欢这个学校，只是临时挂一下身份”的聊天记录，在入境美国时被美国海关盘问，最后被遣返回中国。一些来自中国半官方背景的自媒体发文称，如果有人对搜查手机的新规有不同看法的话，那中国也是学的美国，因为不管中国还是美国，都把国家安全的等级高于一切。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